这部经书博大精深，你要日夜诵读，牢记于心。这便是为兄多年的经验集成，提纲挈领，深入浅出，融经注史，一庄一写的文字经。哎，师兄，你找摩天藤是为了什么呀？那你怎么保证你去的就是北俱泸州了？这个嘛，山人自有妙计。林中弥漫瘴气，凶兽环伺。本次历练为期7天，不可提前离场。若是你们遇见了克服不了的威胁，捏碎传心雨，我自会从天而降来救你们的。乱帐堡中妖兽众多，凶险之处，一定要小心。不是，这我没听你掐诀念咒啊，这怎么就是燃了？我就感觉这个符咒它在叫我，然后就一瞬间有股暖流从我的手指间划过。奇才呀！奇才呀！我小冲锋得此奇才呀！各位祖师，我小冲锋得此奇才呀！奇才啊！奇才呀！上香啦！师傅也太容易满足。那我这就算是入室了。上香不管用，还是让师兄来教授你实战吧。师兄，你从哪儿出来的？我一直都在啊，就在这地脉之下。哦，好神奇的法术。可还记得那天问题的答案？记得，装没看见，去找师兄。对。那若是玉贤想要脱身来找师兄，靠的是什么呢？靠我的脑子。错。师兄接下来就跟你上第2课，方才师兄所用之术——遁术。若是玉贤想要脱身来找师兄，就靠此术。这给你演示一遍，看好了。天地交感，变化生烟。师兄，学会此术，便可在地下任意穿行，畅通无阻。师兄好厉害呀！若遇强敌，即刻遁地而逃来找师兄。听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师兄。这不是师傅的香吗？哦，方才潜到他的住处，顺路来当教具的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哦。方才给你展示的名为土遁，5行遁法之一。3年内，你需将5行遁法全部掌握。这部经书博大精深，你要日夜诵读，牢记于心。哇！稳字经。哎，但我好像没有听说过，这谁写的呀，师兄？看我这表情像谁写的？那自然是师兄写的了。这便是为兄多年的经验集成，提纲挈领，深入浅出，融经注史，一庄一写的文字经。居安乐死，诱惑是稳健居因果。举手。请问，师兄，你的字儿一直就这么丑的吗？朝夕百变，应早教。不要啊！
我的鱼啊！该出现了，不好，兄弟！不是我师傅，不是我。调皮捣蛋！我的鱼啊！来吃。嘿嘿嘿。哎，小雨，放我下来吧，不要管我了。你说什么傻话？咱哥俩不是说好了，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种田也好，捕鱼也罢，再也不用顾着逃亡的日子。你不能丢下我。大哥灵脉剧短，没多少时间了，别再拖累你。亲人不就是应该相互拖累吗？刚入王国时，爹娘一大家子不也是相互拖累着共赴黄泉的？咱们能逃出来，活到现在，就是老天爷想让咱们活。大哥，大哥，你
真以为你们能跑得掉吗？高卢已亡国7年，龙明座为何还揪着不放？18年前，那叛徒在高卢皇宫滞留数年，从此杳无踪迹。说，那叛徒到底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等你到了龙明座，就知道了。沈云长老，我龙明座追杀着高卢余孽，行政管事要插手。竟然让龙明座的几个杂碎搞得如此狼狈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行政管真的要与我龙明座作对？哼！心脉断损，寻常药石恐怕也是无用。求前辈救我大哥！说起来，高卢王国也有7年，为什么龙明座的人会对你们穷追不舍？是我连累大哥，只因我有灵根，他们怕留下我后患无穷，故而不肯放过。你天赋绝绝，陆山华随便教你一些微末法术，你都能融会贯通，自成一派。可惜啊，行政馆已经表明立场，不插手高卢之事。修远不求进行政馆，只求前辈能救我大哥。山华命在旦夕，要想为他接脉续命，需要9尾妖狐之力。9尾妖狐，可惜啊。你说，是他？找到这假小子，才能找到9尾灵狐的下落。切记，不要惊动旁人，更不要惊动仙门之人。各位看看吧，这祈福的特别好，您多姿多彩。前面陆宫镇内宗祠便是雏凤书院的报考点，我就只送你到这儿了。啊，东阳伯伯，您这就走了？嗯。那我这日后想起您，都没个念想。
这串辟邪珠啊，送给你。哇！就算进不了雏凤书院，有这一串辟邪珠在，勉强也可以保你平安。谢谢东阳伯伯，您真好。啊，那不如您帮人帮到底。这个考雏凤书院有没有什么诀窍啊？怎么样才能顺利过关啊？伯伯也不知啊，你呀，好好努力便行啊。那您这葫芦怎么种的？我能种吗？我要是日后想您该怎么找到您啊？您说您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哎呀，怎么跟师傅一样，就喜欢一溜烟消失？东阳伯伯，后会有期啦！先找大师兄，再找师傅。雏凤书院，我来啦！让一让。又是你这个害人精！你要干嘛？才没有啊！色嘛，色就更没有了。他桑哪儿去了？他？哪个他？啊，他在，他在，敢打击我小棒槌！再上前，小心我废了你这双招子！是啊。我大哥去哪儿了？是不是被你同伙的杀手掳走了？说！不是，你有病吧？你大哥不见了找我干嘛？我师傅还不见了呢。你这个害人精，东明镇突然出现，现在又跟我到这儿，是不是你害了我师傅？你把弄哪儿去了？说！贼喊捉贼。那几个杀手，若不是和你同伙，你就是吴钩的暗探。吴钩暗探是啥？小爷我懒得跟你掰扯。这么多人啊！那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关了，关了一个啊！就是啊，这都今日第37个了。这便是你平日的穿着啊，审美差点意思。哎，姓名、籍贯、师承何派？我叫小棒槌，来自青丘。既来自青丘，可有师长？学了些什么基础的法术吗？我有师傅，学过一些画符之术。画符乃微末之术，难登大雅之堂。
我家乡遭水患，兄弟姊妹全都饿死了。我才抢了个窝头，想给重病的爹娘，可是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至死都不肯吃一口。他们跟我说，一定要拼了性命考进书院，才不会饱受凡间饥寒之苦。这样，他们九泉之下才可以瞑目。哎，好生可怜的孩子。主翁啊，要不要把唯一的一张特困准考牌给他呀？且慢！我这儿还有一人，怕是比他更惨。妖孽！这个害人精怎么也来了？院长说，此次弟子的甄选非比寻常，所以命阿木前来协助三位先生。有你在，我们自当省心不少。来来来，先坐。你认识这个少年？并不认识。方才我在镇外见他被几个越国侍卫驱赶，实在是看不过眼，便将他带了回来。不耽误先生们谈事了，那我就……哎，不急不急，为是公平，我们先听听这个学生怎么说呀。弟子雷修远，家住落霞山溪谷村。溪谷村，你是溪谷村的？雷修远，你为何想报考雏凤书院呢？这是溪谷全村161人的名字。我的亲人、同乡，一夜之间尽遭妖邪屠戮。我身无长技，唯有考入书院，修炼仙法，才有机会替他们伸冤报仇。一看就是骗人，先生才不会信。孩子，起来说话吧。5年前溪谷村惨遭妖祸，后来几大仙门也派人去调查过，未见有幸存啊。那你……那一晚，我被打入河中，爹娘用身躯护住了我，我藏在水底不敢出声，眼睁睁地看着全村的人一个一个被抛尸河中，我就是那161个死人。苟活于世，厉害！戏演的比我还真。后来，我终于找到了那群凶手，他们竟然会法术，他们竟是吴勾国龙明座的子弟。雷修远，你可清楚，凡人诋毁仙门，是要受到重责的。句句属实，这位考生可以为我作证。那日，我躲在东明镇的一户人家，碰巧遇到了小棒槌。当时杀手正在追杀我，好在小棒槌出手相助，我才得以脱身。不是，那个小棒槌，他说的可是实情啊？是，
那些人他们都出手狠毒，招招致命，而且都身有仙术啊。你不是还有位大哥吗？他人呢？哦，我大哥本是仙门弟子，护我多年，却因此惹祸上身，频遭追杀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天下之大，除了考进书院，我已无生路可走。不求先生悲悯，只求一入考资格。修远感激涕零。实在没想到，咱们都身世多舛，可是你看啊，我穿的没你好，混的比你差，而且我曾经还救过你。救命之恩，修远敏感于心，来日必当报答。不等来日了，就现在。这2碎银是我的全部家当，还望恩人不要嫌弃。你再抢我名，我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啊！血海深仇，望恩人成全。哎呀，不要拿着，不要，你别撕给我，你不要来，不要，松手！也不知道我爹娘怎么给我留这么多银子呀？啊，告辞告辞。师傅，你说你丢下我也就算了，好歹保我个顺风顺水吧。这考牌也被那个扫把星给抢走了。还花那么多银子报名，有辟邪珠妨碍探灵，只能先抓回去再说。那个都没在打我。撒钱的原来是他呀！大贼呀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让一让啊！滚开！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随便欺负人啊？快道歉！鹰王跟兰雅郡主驾到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让开！我管你们什么人呢？排队都不会吗？你才不是东西！你说什么呢？听闻，雏凤书院主张众生平等，无论皇亲贵胄，还是贩夫走卒，皆一视同仁。不知鹰王殿下怎么看？放肆！给我抓起来！不得无礼！
表哥，你来啦！皇上让你来陪我报考，是让你惹是生非来了？我没有惹是生非，我是怕表哥你报不上名，才将他们赶开的。再说了，他们报上又有什么用呢？8成他们也考不上，何必在这浪费时间？连我兄长的一招都打不过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你胡说！本郡主是怕我的鞭子，抽烂了你们的巫衣，脏了我的眼。冠闻越国最重礼数，今日得见郡主行事作风，想来这传闻并不可尽信。大胆！小小贱民敢侮辱我们越国，找死！算了算了，说不过就群殴啊！我怕你们，我怕。让开！快让开啊！不是，后面，臭死了！交完入考费，算是囊底空空了。我们就只能在这儿借宿几宿了。哎，是你们啊？多亏你出手推粪车解了围，让那个刁蛮郡主吃了个大瘪。对了，你怎么称呼？在下小棒槌，3位。小棒槌，我叫百里畅月，这是我的妹妹歌林。在下叶叶，是歌林和畅月的表兄。表兄，表妹。拿着。你慢点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慢点。还得入我的手艺。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。什么人？小琼峰内堂一向只有我与师傅2人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就会自动触发我部下的机关。待我探查一番。6辰6时6根6玉，走。魂魄干净，没有夺舍，没有心魔，也没有正果。你干嘛？你那铃铛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一点流程要走。请问啊，您这18代族谱里可有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？你谁呀？看来是没有了。您是否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些对人族不敬的言论呢？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又是谁呀？我师傅……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是。好。谁把自家老巢布那么多机关啊？你防贼啊你！不是你可以呀，现在精进了。连软仙散都顶住啊！你太小看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吃过的蒙汗药比你吃的大还丹都多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小熊凤门人可杀不可辱。门人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允许为师多一只衣钵？啊！师傅，你怎么跪下了？我也不想跪啊，但是头太晕了。师傅。哎，师兄。
我从小就没爹娘，四处漂泊。半年前被仙灵峰收入外门见习，可他说是见习，其实就是杂役。我受尽了欺辱，实在是忍不住，从山上逃了下去。幸好遇到了师傅路过。是吧？不，哎，好徒弟，仙灵峰那是横行霸道观，啊，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他们也下得了狠心糟践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给这娃娃弄的啊！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琼峰不管，谁能管呀？既然如此，请听题。听题？你修为在化神9阶，某一天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炼气境的女弟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啊，不是我他啊！甲，冲上去弄死他；乙，别人等于法宝扔他，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你选哪个？不，哎，等一下，3、2、1，我冲上去弄死他。慢走不送。师姐。孽徒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坐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仙灵峰排名第几啊？要考我？渡仙门800山头，排名雷打不动。扫帚峰、破天峰、仙灵峰。那小琼峰呢？作为小琼峰的高徒，宗门大比蝉联第800名，你还有脸提？嘿，这耻辱柱的一半，自然也有师傅的功劳嘛。再说了，这800峰主是不是只有师傅一人没有渡劫成仙啊？不是说这么多，你关灵娥什么事儿啊？实力如此悬殊，我们还要抢人家的冷灶来烧，这岂不是横生枝节，惹祸上身？惹祸上身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生怕死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改邪更张，你张口就来，来去无踪。你宗门不幸，你姓姓。师兄，师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请听题。你化神9阶，男弟子化神6阶，女弟子炼气境非礼，你怎么办？扔法宝砸他！师兄！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师兄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师兄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还不行，现在。别担心，灵娥，我是谁？我是小琼峰的峰主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实在不行，师傅就死守在这儿，那个孽徒绝对得点头。哎，多谢师傅，但是不必了。既然师兄不欢迎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师傅您保重，我走了。灵娥，灵娥。我小琼峰峰主说了算。哎，你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？啊！我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不比他体面多少？是，师傅当年就因为捡了我，导致自己筋疲力尽，都没法专心修炼了。你少阴阳怪气的，啊！当年我道基被毁，进益本来就慢，不是靠你给我练的仙丹斗帝，我连现在的境界都稳不住。全天下像我这种没用的师傅没几个。但是像你和灵娥这种孩子，师傅见到了不能不管呀。修仙嘛，不是为了修仙，是为了做人。